这些年我们在看到中国天灾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因为再大的天灾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没有想这样的一个状况，竟然发生在这一次的洛杉矶大火。洛杉矶大火里面，整个控制率是0。为什么控制率是0？因为当消防员去救火的时候，整个消防栓居然没有水。为什么没有水？搞了半天是因为他们这些年来，他们要保护一个什么？保护这种叫做三角洲的银白鱼。三角洲的银白鱼里面，他们很多的水坝要卸掉，很多的水坝不能直接送到消防栓里面。结果搞到最后，消防员要救火的时候无水可用。那你在想说，为什么这次的大火来得又急又凶？原来大家早就已经警告过了，你现在碰到这种天干物燥，你是不是要去修整你的树林？你是不是要去清你的落叶？结果那些民主党讲不行啊，我们要保护森林啊，我们要用最自然、最原始的生态跟自然共处。结果搞了半天，当大火一来的时候，你满地都是落叶，而且你的树木根本没有修剪，所以这个等于说整个助长整个火势。当助长火势的时候，你又没有水，那么搞得天下大乱。所以现在整个民主党的加州州长、洛杉矶的市长，包括他的消防局的局长，现在都跟过街老鼠一样。但你没有想到，这个时刻居然有一个人出手了。谁出手了？居然是川普出手了。川普居然痛骂这几个人，而且他直接点名加州州长，你给我下台！难道这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政治风暴吗？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州松涛，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宇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财经战略专家林明辉，大家好。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七位是桃园市议员黄继平，大家平安。好，刚刚讲是过去我们在讲中国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每次都觉得那是天灾，对，可是那个天灾的背后根本就是人祸搞成的，没错。那这次讲说不会再发生在美国吧？对，刚刚讲这次最荒谬的是，这一次洛杉矶的大火烧的都是什么？烧的都是富人区，而这些富人区里面住的都是影视明星，都是体育界的名将，而这些人过去这几年来都是民主党的大金主，都是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结果，这些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居然被大火烧光了，烧光的背后，居然是民主党这几年来多元化搞的一堆烂事。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洛杉矶目前为止正在被大火所燃烧。抱歉，这一次燃烧烧的是核心地带，是名流住的地方，派瑞斯希尔顿啊，然后很多洛杉矶湖人队的这个球星，他们的家都被烧光，对，一栋房子都是百万美金起跳，都被烧光，而且他们是最坚定的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可以说是最恨川普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帮他们说话是川普啊，他们现在跟民主党的这个州长跟民主党的这个市长求救无门啊，州长说我也没办法，那市长说没办法，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消防局长这个我本来就是被这个任命这个政治任命，我根本不懂得这个救灾啊。所以说，竟然洛杉矶的消防局长对是因为政治正确，是他完全不懂消防。对，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人家说，我跟他讲，这一次目前为止烧到已经损失1350亿美金，是美国有史以来烧了最严重的一场野火，而且呢，目前野火的控制率是多少？0，控制不住。那这个状况来说，显然已经不是天灾，这是人祸。那在人祸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谁出手了吗？川普马上出手。川普他看到了机会，你看他在他们的 True Media 连发好几个文章，骂谁？骂加州州长。他用了非常难听，我们英文不要讲，我们要把它翻成中文叫扭渣。就是你是个渣，你个渣，这个混蛋。那你看，你应该赶快前往北加州，赶快把这个水管打开，这个让那个水呢流到这个南加州来，让消防员可以有水可以用嘛。然后还在发。你看，因为拜登的这个所谓联邦紧急的事务管理局没有钱，那全部都浪费在这个绿色的这个骗局上面。你看，洛杉矶彻底崩溃了。好，再发一个。第三个是什么？这个纽森啊，你最好要辞职，这都是你的错。所以呢，他连续发这样一个文章。我本来看到了川普发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想说这个都已经人命关天了，都已经发生灾难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子讲，讲得这么难听？对。后来我去了解整个加州的救灾过程，我在了解说，原来他们过去这几年做的烂事，对，你根本骂得对嘛？抱歉，那这一次来说的话，人家就说什么，川普骂得很有道理，为什么？事实上这些灾难，去年10月的时候，川普就说过了。去年10月，川普说什么啊？你用减少水流的方式保护一种毫无价值的鱼类，叫三角洲银白鱼，却没有把加州人民放在心上。他说最后会付出最后的代价。就果然，他去年10月说的事情，现在真的发生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川普你根本是神预言啊。对，那我就讲为什么这一次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加州在过度追求所谓的价值的时候呢，忘记了很多实质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宝杰，我跟他讲。第一个，你看他们这一次说灾难是什么？三角洲鱼没有错，我们要保护这个鱼。但是因为保护这个鱼的时候呢，它的代价是什么？因为这个鱼呢需要有清洁的水流，所以我们不能够抽它的水哦，我们不能够用它的水哦。所以这个水呢，在这个河流里面的水是加州非常重要的水，我们一点水都不能够用。所以就说为什么你看这个为什么会没有水？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啊？所以说本来这个地方的水是要流在哪里？流到这些消防栓的。对，没错。结果这些消防栓里面没有水，是因为他们用拦河坝把这个水给截住了。那为什么这次火会烧得这么严重？因为很多人就说，因为加州这几年说，我们要爱护环境，所以呢，我们在树木的时候，抱歉，加州有一个树木保护法，是你不能够任意剪你的树木啊，你要剪的时候，你还要跟这个相关的人员报告，然后下面的东西你也不能够乱清啊。所以呢，我们要让它最原始的这个状态生长，这样的状况。甚至还说，前几年还夸张到什么程度？你在下面，你如果任意搭一个棚子，你会被罚款啊。所以他们就这样，树木下面搭棚子不行。结果因为你都没有修剪啊，然后这个树木跟树木就连接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树叶枯枝你也没有剪啊，对啊。所以这次一火来之后，就完全烧得一塌糊涂，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目前为止，我就说这个天灾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人祸其实问题更大。而且刚刚讲的最荒谬的是，这次烧在哪里？烧的就是洛杉矶的富人区。对。是洛杉矶最有钱的地方，最有钱的地方住什么？住了好莱坞的明星，住什么？住等于说，今天等于说湖人队很多的这些也有人住在那边，对，没错。结果呢，这些人以前都是最支持民主党的，这也是最支持拜登的哦。是，结果他们的家当被烧光了。而且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觉得很心疼。为什么？因为被烧了每一栋房子都是价值100万美金以上，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家当都被这样烧掉了。你看，整个火这样烧过去，这是烧在哪里？这烧在我们一直讲前几年非常红的派瑞斯希尔顿，他的家就被烧掉了。那他家原本在这个样子，他在马里布海滩呢，马里布海滩是全世界最好的海滩之一，就像他的家这么漂亮，就现在回去他就说，我家已经完全变成是这样的，完全看不到什么东西啦，就这样一个情形。那很多都是被烧成这个样子，就连洛杉矶的这个教练 JJ Redick， 他原本他也是住在那个地方，就没想到他说，我家已经被烧掉，我现在已经这个要被迫撤离。你看马里布海滩，你看这个过去一样多漂亮的一个房子，就住在这个地方，那结果都被烧光光，你就知道说多惨了。这烧的完全都是这个所谓的名流啊，这个 NBA 明星啦、好莱坞明星啦，还有非常多的名媛名流，完全的他们的房子、企业家房子都被烧光光。对，所以呢，他们是最惨的一群人啊。而且雷迪克以前讲嘛，也就是湖人队的总教练讲说，我是你能够想到最反川普的人。对，没错。如果可以的话，我要领导一个永远不要有川普的运动。对。结果呢，他支持的民主党，刚刚讲到，现在我们看到了纽约，这个加州的州长跟洛杉矶的市长根本如过街老鼠一样。今天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两手一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更可怕的是，才发现过去这几年来，他们所有的政策根本就把加州丢到了地狱的深渊。对，没错。好，这一次其实最倒霉就是那些，你看，因为洛杉矶本身是个民主党的大本营，结果他们没想到那些富豪这一次都非常惨。如果事实上在好莱坞，大家是最支持民主党了，就他们这次真的是完全踢到铁板。好。那么讲为什么？我就说，可能有时候意识形态或者什么摆过头，就造成这样影响。这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三角洲银白鱼就是这样一个小鱼。这小鱼来说，这么小，对，它事实上它是在这个沙加缅度这一带一个三角洲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活下来的一个鱼。那事实上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向北加州，事实上南加州是缺水的，所以过去其实他们有一个叫做北水南调的这个计划，但是因为纽森就说不行啊，我们签了北水南调之后，这个不是就把水抽走之后，这个鱼不就死了吗？对，所以不能，他就说我们不能够签这样的法案，所以就说这个水就这样白白被流掉，流到太平洋。如果假设这个水能够进来的话，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再更北一点点的加州还有奥勒冈之间呢，他们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来说，他们就说我们过去都有很多蓝沙坝这样，但因为这边有鲑鱼。这边有鲑鱼，然后鲑鱼要回流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所有蓝沙坝全部都把它拆掉，让鲑鱼回流，对，让鲑鱼可以回流。那鲑鱼回流，你看他们就把这个蓝沙坝拆了之后，当然就没有水啊，所以等于是说，没有错，他们这几年鲑鱼是真的富裕，回流了，真的回流富裕的，但是没有水，野火以后没有水了，没有办法控制住。好，那除了这个不是，这我就懂是，你看嘛。为什么川普这么火大？川普为什么讲一个说，你要用减少水流量的方式保护一种本质上毫无价值的鱼类，就是三角洲银白鱼，完全没有把加州的人民放在心上。我们要付出一个无穷的代价。他讲什么？
他才讲为什么这个纽扎，也就是那个纽森，对啊你赶快前往北加州，打开总水管，让水流入它干燥、饥饿以及燃烧的州，而不是就让这些水白白的流到太平洋。所以不是没有方案哦，事实上你把那个水引进来就可以了，但他们目前不行。我们要坚持保护。我为了要让鲑鱼回流，为了要保护这个银白鱼，我居然让这个水宁可让这个水流到太平洋，也没有让它到南加州，就南加州就没水可用了。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川普看起来会觉得很荒谬，很多人都觉得看起来很荒谬，但是坚持价值者都未必是这样想的。不是，我本来以为说川普很疯，美国怎么选一个这么疯的那个所谓的总统？就你看到民主党这些人更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马先生。目前为止，大家问说，那你加州消防局长在搞什么呢？就目前为止，加州消防局长就出来了，就说她是个女性的 LGBTQ 然后她就是这样的身份，然后负责这个指挥，就指挥的乱七八糟。那人家就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怎么会指挥成这样？她现在承认什么？我的主要任务不是应对火灾啊，我是要招聘女性啊，让 LGBTQ plus 加入消防局她自己这样讲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你是消防队，你的负责就是打火，你的负责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就你搞性别平等。那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性别平等当然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这样搞啊。他就因为他当上局长是因为性别平等的这个关系，而且他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所以让他来当这个消防局长。但是他现在承认，我本来本职就不是在做这个消防队员，我是在做媒体行销，所以当然会救灾救的一塌糊涂。为什么扑救率是0？就是因为他本来他也不太会扑救的一个状况。不是，更可恶的是，他们居然把加州消防局1.5亿美元的预算给删掉了。对，我就说嘛，很多时候因为这个预算都被删掉，而且你知道最近纽森啊，他这个还拍了一个影片，你看这是他最近拍的影片，他那边看那个火燃烧这样，大家完全吓，我就说你到底搞什么哈？他删减了非常多这个加州本来预算，还有包括说洛杉矶的很多预算都被他删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北水南调，他也不要，都不要。好，所以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讲树木保护法令，就是这个树木保护法令就是很严格哦。你看，如果你非法砍树木或是灌木，可以最高罚到$1000，或是最高6个月的监禁，或是2者监视。你砍一个树木会不会这样？这是我们家里连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树木我都不能够乱砍哦。那当年的时候，其实川普就已经跟你讲，你这个是要清理森林的地面，不管环保主义的要求做什么，你还有必须进行焚烧，还有设置防火隔离带。结果川普跟纽森讲，纽森都完全没有做，那反正就是这样放任的结果，你讲，所以你看，不是他要搞政治正确啊？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一大堆的这个所谓可能政治摆在前面的时候，就造成了这一次加州，我个人认为是人祸大于天灾的这个局面。好，宇轩，我真的觉得没有看过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过去我们刚刚讲，你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天灾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背后都有人祸的存在。而这一次我们在看到了加州的大火，后来很多人就在分析说，搞了半天，这个消防局长他不是消防专业的，搞了半天他搞什么？他都搞这个性别平等的。另外你就看到什么？今天我为了保护这个所谓的像什么三角洲什么云白鱼。我现在水坝也不敢动了。我今天很多为了这个鲑鱼回流，我这个水坝也把它拆掉了。那你搞了半天以后，让这个我才懂得说，为什么消防队他要去救火的时候，打开以后无水可用？宝来哥，我跟你讲，这是从上到下全部都乱了套。首先，我们讲到光是这个加州州长为了搞这个所谓的水资源，第一个，他有个地方明明他们的主料河流干道可以抽水哦，结果他说我不要，因为我要保护那个珍稀的鱼类，所以不行。三角洲银白鱼，把700万加仑的水，就像以前民进党支持这个白海豚，对，但现在白海豚他们不在乎了。但我跟你讲，不只是这样子哦，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他们北方有过剩的水，本来就可以引流下来，结果呢，他说有一个水资源合约，他也拒绝签，所以是连续2次事情。过去川普在3个月前就已经预告说，你们这些无能之辈，到时候森林大火的话，你们这样怎么搞？对就神预言，真的就发生了嘛？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捍卫他们的进步价值。对，但不是哦，你如果要捍卫你的进步价值，宝杰哥，请问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设所谓的防火带？森林的管控里面，美国这个对他们讲是专业问题，你本来就可以设置一些防火带嘛，结果有没有设？没有设，通通都没设，所以才会这样一发不可收拾，控制率0嘛。不是，我觉得这更妙的，我本来对川普也不是那么以为然，可是他真的神预言，他说，而且这个都是真实的哦，当时都有新闻报道，他说他去跟纽森讲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在森林管理上面也做太烂吧？我看到你的时候就讲你要把森林的地面清理，你不要去管那个环保主义做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地面的这个树叶给焚烧，你要设置防火隔离带。结果呢，他们就搞了一个
树木保护法令，什么都不敢做。对，因为你不能妨碍树木的自由意志，你要让树木自由自在的生长。你如果设置什么防火隔离带，你会破坏它们之间的群聚，你会破坏生态环境，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嘛，环保人士进步价值嘛。但我跟你讲啊，现在全部都现出原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加州州长纽森，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川普口中的纽沙，被民众直接脏掉，民众就问他说：“勘灾的时候嘛，说，我女儿学校大火中毁掉了，州长大人，你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做？”结果你知道这个纽森真的是一个奇葩。一般来讲，政治人物是不是安抚灾民，对不对？跟你讲说我们会怎么做啊，我们会干嘛啊，我们后续会如何去处理啊？但是他脑袋空空，想不出来，所以他就说：“我打电话给拜登。”他说：“那我打电话给拜登好了。”结果你知道吗？他现在就说：“我打给总统拜登，我们能为你跟你的女儿做什么？”就把这个搞笑。你打给拜登，这就已经莫名其妙。你讨救兵吗？call out，你是以为现在是什么 call out 节目吗？那好，他按了好几次，5次。连续5次，就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都打不通，他就说，我已经打了5次了，都没有成功。就这样他没有回答灾民任何问题，就是他去打给。重点你是州长啊，美国是联邦制的美国的州长权力很大，而且美国还有这个国民兵啊，你有这么多的预算，你有这么多的兵力，你有这么多的资源。结果你跟我讲说你发生事情，你又给我打给总统。对，你还有自己的宪法，好不好？你开什么玩笑？在加州你就是老大。结果我们讨救兵当妈宝说，我来去找拜登，那拜登更好笑。电话那一头，你知道呢？他如果说我打给拜登，对不对？就隔天哦，你知道拜登也是去听这种我们讲的防灾简报。后面你看哦，整个我们讲投影幕上面呢，都还是相关的跟灾情有关的问题。结果呢，拜登讲说什么？他说：“哎呀，受灾户收到通知哦，他们家被烧光了，只剩断垣残壁这边吧。”你是在讲风凉话，还是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讲着说，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当曾祖父了。对，而且他是说 ，But I have a good news， 我有一个好消息哦。就是人家在悲伤，人家在这个灾难当中，你跟他讲我有个好消息，我已经当曾祖父了。对，他说领导会修主，但温刀午后消息，温刀好消息是我当曾祖父了，很开心。然后就这样讲，然后本来旁边哦，你看哦。他只是我们纽森哦，纽森的脸哦，他本来是装了一脸严肃哦，结果我跟你讲，这些家伙真的是没救了。因为当他讲完之后，你知道纽森干嘛吗？笑陪笑，说你曾祖父了哦。我本来以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已经够蠢了，就看到美国更蠢。我跟你讲，还有上梁不正下梁歪，拜登蠢就算了，纽森蠢就算。我们是不是还讲那个 LA 的市长叫贝斯，对不对？你知道这个贝斯怎么样吗？他直接被脏到。他更了不起，我跟你讲哦，他直接脑子宕机。人家如果说，现在大家讲说消防栓无水可用怎么办？现在这个灾民后续你要怎么去安置？就你的纽森就他就这样荡在那边了，完全不会讲话，然后没办法回答，然后幕僚赶快宕机了，把他拉走。你不讲，我还以为他在拉拜登，你知道吗？那人就拉走了，拉走之后，你知道吗？甚至人家还都问他一件事情，说，纽森，那请你就对这一次的我们事件呢做一个说明。他说好，那我现在开始说明，然后念，还能看着讲稿念到最后面，保利克你知道他念什么？他说。对于这个有需要寻求帮助的灾民呢，我建议你们呢可以去找 URL，保险人知道为什么他这是什么单位？你知道吗？这不是单位哦，就是他们幕僚在打那个文稿的时候忘记删掉 URL 是网址的意思，网址叫做 URL，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在念稿，就把连 URL 都念出来，而且你知道荒谬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加州。大翻盘，以前大家讲说加州是什么大蓝嘛，对，大民主党州，就民主党大家都为了我们讲的多元嘛，然后讲说要进步价值嘛，结果没有哦。2024年你看全翻了，包括 LA 在内和宾镇在内，全部整个所有东西，连贺锦丽的家乡都跌。那理由很简单啊，就是这些居民已经受够这些年来，包括我们讲的州长，包括我们讲的市长。整天搞这些所谓的进步价值，就连基本功、什么森林防护、连水资源都做不到。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整个加州之灾，导播我们看到这个是洛杉矶的市长，洛杉矶的市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不是讲吗？我们现在有零元购，我们现在对这些所谓的抢劫的人不要太苛刻。结果他家，就是他家被抢了。对，而且宝德哥不止抢一次。我们讲加州最盛行就是零元购，结果有一天呢，一样哦，假斗不是什么特定的集团犯案哦，假斗的人召开引刀，就冲进去之后呢，开始就他还有一个安全室。结果他跟呢我们讲的他们家人呢，就赶快躲到安全室去，然后上面就我们讲东抢西抢之后，人就跑掉了，后来才逮到这个男子。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你想想看哦，他说我已经不止一次了。过去担任议员的时候，他也被抢过，然后你们还在搞零元购，更不要讲说现在加州连拜登
跑去那边，人家是特勤人员哦，他身边的特勤人员都被抢劫，而且他的特勤人员还有带枪，2枪的哦，被抢劫，然后开枪还打不到人，人家还让杠，给人家开枪还绕跑走。那你说，连这种特勤，连这种市长，连这种州长，加州要民主党干嘛？所以这个体会，刚才讲，现在川普上任以后，拳打南山本五，脚踢北海角龙。刚才讲不是对外，他现在对民主党根本就要把一刀一刀的杀。对，你看纽森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大火，纽森是不是有可能是成为未来民主党内的党内之星呢？真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以前曾经他们的关系哦，他跟裴洛西他们是远房的婚姻方面的亲戚，所以你知道，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帅。是，然后呢，加州本来讲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如果说未来来讲的话，没有意外的话，加州州长以后都有可能成为民主党党内的明星啊。对。那现在来讲的话，刚好遇到了这个大火，所以川普不趁这个机会打了什么？所以现在纽森自己跳出来说，你川普不要趁这个机会来做所谓的政治上的竞赛啊。现在这个纽森哦，事实上本身就自己把自己做死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川普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你应该就要做所谓的北水南引。你今天来讲的话，你今天没有北水南引的话，那你今天把这个水不浪费掉了，然后接下来人家问你说，那你消防栓里面没有水怎么办？但是一个妈妈说，我女儿的学校烧掉了，烧掉之后呢，接下来州长你怎么办呢？结果州长就拿个电话那边打了，我要打给拜登。问题是这个事情本来就州长就可以决定，你找拜登来也没用啊。来讲，你有预算，你有国民兵，你有最大的权力，就你出事了以后，你什么都不会。是啊，然后他还秀这个手机的荧幕给他说，我就是打给拜登，拜登没有接，打5通了，5通没接。结果后来呢，等到回去的时候，他找那个公关部的，然后就是发布新闻稿说，有他跟拜登已经接上电话了，然后跟拜登跟他讲什么？未来180天呢，我们联邦政府会拨100%的预算给加州来处理这件事情。180天，1月20号就是川普要当总统了，你的180天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大家来说，那你民主党拜登也好，你纽森也好，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完全都没办法做事情嘛。那这时候大家也心里说，还好是川普当选了，不是拜登这边的阵营当选，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很多事情因为太固执于说刚刚提到价值嘛，对不对？要保护生态嘛，要保护什么东西呢？就搞到最后来讲的话，你所有东西最根本的人类生存的环境都没有搞好的话，那你还有什么用呢？不是，因为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我就很难懂说，你川普明明是有案在身，你川普那么出笔，为什么还得到美国的支持？甚至刚刚讲在加州，其实加州支持他的人也是大幅的增加，你完全不可解，就搞了半天是刚刚讲。你现在因为民主党说你要搞多元价值，你现在搞多元价值的时候，你今天的消防局的任命，甚至你消防员的这个认可，你不是用专业，你不是用这个所谓的本事，你居然是说，我都要平等。甚至刚刚讲波音今天为什么搞那么糟？波音737为什么一天到晚出事？他说波音啦，这个所谓的今天这政府完全是把我都搞平等。我搞平等以后不搞专业，不搞专业的时候把大家都搞烂掉了。是啊，所以顶多你看到大家觉得说川普很疯狂，事实上川普只是把美国矫正到回归应该要有的一个位置上面，一个道路上面而已。所以你看到川普现在准备在1月20号就职之后，他可能对加州也好，或者其他所谓的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党，这个所谓的州呢，基本上都有一番的这个作为。好，我们刚才讲，川普还没上任，他就频频的出招，对外对内都开始有。另外对中国，我们昨天曾经提到过说，川普的阵营本来说我要跟你中国建立了一个1对1的窗口，这个窗口是谁？这个窗口的对面就是蔡奇。大家不解啊，你有很多过去你有很多处理对美关系的，蔡奇从来都不是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一员，蔡奇连英文都不会说，你为什么非要找蔡奇不可？结果呢？被习近平否决之后呢，这一次不是要做等于说我访问团吗？就庆祝这个川普就任。结果呢，他又说，我希望你们蔡奇过来。蔡奇来了以后，我要跟他好好谈。我现在不能理解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执着于蔡奇？为什么现在川普的团队要建立跟习近平对话的窗口的时候，点名就是蔡奇？因为蔡奇实质上来讲的话，他的权力比王毅要大。好，他的这个实质的这个力量也超过韩正，因为韩正也是虚位的嘛，国家副主席了哈。这是第一点，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非常迫切的希望在就职的第一天就能够跟中国代表谈实质问题。那现在中国的态度是派什么？派一个仪式性的代表，派韩正，非常高规格很好看，但是没有办法处理任何实质问题。所以他第一次这个川普提出来，他希望谁来？他希望习近平来啊。
但中方做这个处理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风险控管嘛。可问题是你要注意到哦，比较有意义的是，他为什么提到蔡奇？为什么？蔡奇才是真正现在在中国政治局里面或常委里面最有实质权力的人。哦，就是习近平之下就是蔡奇了嘛。他有这么大？不知道怎么变这么大，但是根据美方的这种处理的话，就是他们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对，认为蔡奇有代表性，然后蔡奇可以拍板。所以他就是已经到了这种情况了，所以蔡奇这个名字被跳出来，一定背后有非常成熟的情报作为基础，对，才会有这个事情出来。那中方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的原因呢？其实是在做风险控管。那我相信早晚蔡奇还是会上台面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这是目前第一轮，目前这2天所看到的情况。但是有一个讯息非常清楚，就是说，川普希望非常迅速的跟中方的高层建立沟通管道，对，然后解决问题。他一天都不能等，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跟你谈了。他希望第一天，但是你过来看，中方也不是完全都没有诚意。中国方面派了那么庞大的高阶的代表团，在意义上，在外交的形式上，是给了美国非常大的面子啊！我从我的驻美代表、驻美大使。派到国家副主席给你了，还不给你面子吗？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了北京是示软的，北京是希望创造一个双方的一个好、一个温和的一个关系。那就丢蔡奇啦。开始不，可是他我讲风险嘛，蔡奇来，万一输赢好坏，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嘛。所以呢，这个川普在前2天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美国一直在跟中国密切接触，一直密切的沟通，然后顺便他提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啊，是中国人干的，把中国骂一顿啊，这个还在找中国麻烦，一边在跟他们美国人强调他们在沟通，然后一边还是修理中国。对，我们曾经讲过。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政治的变化都是完全做足功夫了，除了中国人内部之外，最了解就是，所以他今天丢这一刀、这一枪有意义吗？是真的蔡奇能够代表习近平吗？或者除了蔡奇之外，习近平已经没有可以相信、可以用的人了？应该是这么说啊，就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掌握到什么，就是所谓的蔡奇跟习近平的关系哦是非常密切的，而且习近平可能只有相信蔡奇，可能其他的人等啊。可能在常委里面来讲的话，都不足以所谓的可能跟习近平这个关系越来越远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越来越远。对，因为蔡奇有个特性哦，蔡奇很笨，那蔡奇很笨，但是他也很忠诚，所以你知道啊，任何人啊，如果你的智商高过习近平的，基本上都不行的。所以习近平会觉得说，你有可能未来是有可能会篡位的。对，那你像丁薛祥啊，或者是像李强啊，对，这些他们曾经都是上海帮的，对不对？那上海帮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国际事务嘛。他常常跟国际社会的各界人马接触。那接触之后，就自然什么，就是比较开明化，对，就比较西化的。那比较西化的时候，就可能跟外面来讲的话，可能有勾勾搭搭的或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你蔡奇来讲的话，第一个不太会英文。然后在蔡奇是福建帮出来的，然后都是很 local 的，但是很 local 都是提公事包出身的嘛。那现在他委以他大任了，他甚至还做他们的国安委员会的类似我们的秘书长这个职位哦。那你以前来讲的话，他是国安会秘书长的位置，类似那个职位，然后他在中央办公厅又是办公厅主任。照道理讲，以前办公厅主任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秘书长这个职位来讲的话，都是什么幕僚阶层，他并不是说直接可以用常委来担任，而习近平却用他。担任常委之后，又担任这几个职务，什么意思呢？我既让你当在中共的里面来是领导班子，但是又是当我的幕僚，但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要经过你啊！因为你看啊，国安会的所有成员来讲的话，像我们国安会所有成员，总统还有其他的成员，基本上大部分来讲的话，很多公文或是很多资料会经过秘书长上去，然后直接就到总统去了。那他们也是一样啊，也就是说，习近平他可能看到的东西，蔡奇才会看到，其他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什么事情呢？只有蔡奇跟习近平两个是挂在一起的。对。那我今天想讲话，我觉得川普团队是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我直接找对的人。像上一次他第一次的时候是找刘鹤，对。为什么？刘鹤才是能够代表习近平的。那这时候呢，回去来讲好好谈，因为你
基本上这一次川普是希望你来谈事情的，不是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的。不要仪式性的，不是要仪式性，他只要你来当面谈，我们好好的聊一聊。那现在如果你派韩正来，能决定吗？不能。王毅来能决定吗？不能行嘛。但是蔡奇可以。蔡奇甚至可以什么，就有点像钦差大臣这种带着尚方宝剑到了美国去，然后跟川普之间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蔡奇是获得习近平信任的，所以他只要跟习近平讲的话，那基本上认为说他至少不会害我，所以至少是对习近平忠诚。所以川普团队真的是精准打击。